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 Teemo 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自古传下来一句话，就有一句话就是开团那叫什么？开团赢不赢无所谓，但提莫必须死。说明这句话就知道提莫有多招人恨。你看这里面，提莫的 E 技能，它是可以隐身的。隐身以后呢，它移动的时候是会减它那个隐身的那个时间。如果你不动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无限时长。所以端游的那个隐身跟手游的隐身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出现。像现在大家来到赛季末的话，也不必说一定要拿那种要去找一些很多强势的英雄，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普通英雄的一些玩法什么的了。像 E 技能，为什么一级学 E 技能呢？因为当隐身结束以后，它是可以获得30%的攻速加成的。这里的话，把对面的中单，就你玩提莫的话，一定要利用好隐身和 W 技能的高速移动，做个位移。像2技能是有个被动的，做5秒内未获得对面的英雄或者建筑物伤害，移动的时候是可以提升15%的。所以提莫一旦你隐身出来，一直打对面的时候，然后对面是吧，像那种平 A 的英雄他也不敢回头打，往后逃，你这时候追击的能力就特别强。Q 技能我就不多说了吧，就一个致盲，对吧？造成魔法伤害。这里面的话带先攻，是为了更好的发育，而且这局的话是偏虐菜局。这位绝活哥，如果说你觉得对面比较难打，你觉得发育有点难，那你可以选择带那个猛攻。等下个版本的话，提莫的话也是比较适应新装备的，有一些装备是有一些符文，不是装备，是比较适合那个提莫的。像提莫的大招就是放一个蘑菇，如果你丢到那个蘑菇的话，会往前弹一次。这里的话找到对面的射手，直接致盲接平 A 打死。对面的阿罗拉下来了的，直接换别人。这里男刀的话考过来肯定是要 Q， 所以立刻要交闪现。这里还烫死了对面的中单用毒。提莫其实这英雄很简单，操作也很简单，但就是你对他的那个 E 技能和他的上限就在于你的 E 技能和 W 技能能不能玩得很好。W 加速以后隐身过来，找到对面的 C 位，直接致盲 A 接平 A 到死，去烫对面的乌鸦，把乌鸦，但是差一下，这里面估计吃了果子吧，没有死掉。像有了大招以后现在叫手游的
大招提莫并不是很好拿来做视野或者说当陷阱，更多的是拿来补伤害。比如说打的过程中给到对面脚下，如果对面往回来打你的话，那肯定就会吃蘑菇；如果不回头来打你的话，那你就相当于逼他走了。那你可以去追他，追击伤害，或者说甚至可以，如果你的血量不是很健康，那你就往后退。对面难道直接 Q 起手？像这种 AD 英雄，尽量要 Q 起手，因为你这个致盲对他来说，他就打不了那个平内伤害。哦，对面女警在后面逼对面走位，一个 Q 收掉对面中单。像他的那个陷阱就是蘑菇，跟镜一样，都是拿来更多是推线、清兵线为主。这里的话，直接来拿龙，先开龙，对面的自家打野也往这边走的，节奏加快一点。这里继续往下摸，直接蘑菇种在那里，但是对面没有停留。这里队友应该直接过来的，不应该在那边清兵线。但这里的话，进的第4下平 A 暴击，收掉对面的乌鸦。这里打野也是绕后，把对面的女警给人头收掉。那这样的话，开始了速推模式。这螳螂还是挺会玩的。提莫就是那种看起来可可爱爱，但是玩起来真恶心，不仅恶心对面，玩得不好就恶心队友。对面阿罗拉在的，隐个身，直接接 Q 接 A 收掉对面，还丢了个蘑菇，稳了一手。只不过丢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延迟炸，就像女警的夹子一样，它不会立刻就有个爆炸什么的。这里再吃个蓝 buff， 直接往下路靠，有 E 技能可以隐身的，隐身过来以后直接 Q 接 A， 这里接平 A S 回家。对面塞恩的话推塔，你回去只能说也就是守个残血塔，也不一定能守得住，反而直接回家不要算了。对面塞恩这个英雄很恶心，说实话，塞恩这个英雄就是你玩的再差都无所谓，就是什么送死流推塔啊，推塔送死流，就是他前面死多少次无所谓，但后期他一样能打。所以觉得这个英雄，这里的话过来直接 Q 起手，不给对面男枪任何的机会。啊，男刀说错了。像这次世界赛也是，就是端游的 LP 那个世界赛哈 S 赛 S15。也是塞恩的发挥好像都挺好的，就连最开始的 IG 让德赛去打那个玩那个塞恩也是玩的蛮好，虽然说那局好像输掉了。这里3个人来抓这个塞恩，对面是开了大的，那这样的话他是跑不掉了。对面还在那叠星之刚，
这里2个人来这边搞搞事情。像阿卡丽选择上单阿卡丽其实也是正确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阿卡丽是更好的能杀掉对面。哎，这里的话隐身过来，但是对面发觉有人，直接打一套，阿卡丽直接上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阿卡丽拖一拖，大招拉出来，跑不掉了。W， 那是还能跑吗？跑不掉了。这里找到对面的男刀，好贱啊！说实话，对面男刀肯定是记住这个提莫一辈子。这里再尝试蹲一手，没有蹲了，人没人来了，因为已看到了。这里隐身过来，找对面的乌鸦，好像烫不死哦，还是烫死了，因为有那个法爆球。这里没有 E 技能，没有3技能的话，没有潜行的话，这里找到个机会，但要交闪现吗？技能没有好，不要着急，还是平 A 死了对面。像这里面的话，就是利用隐身以后大招起手蹲对面，然后大招命中以后就接平 A，接 Q， 接平 A， 然后往后拉就行了。然后利用 W 的位移往后拉。如果对面是1个人，那你就可以 W 往前去追对面。像现在提莫的胜率还是蛮高的，但在巅峰赛的话就没那么高了，因为大家玩的就比较，个个都比较小心。这里吃到控制，赶紧闪现出来，但好像没有果子啊，果子差一点。对面的点燃和红 buff 烫死了。这阿卡丽神武直接往后拉一下，还好。如果神武没拉那一下被 A 到的话，估计得续上，能 A 2下。那这样的话，阿卡丽可能要挂。对面知道这边魔窟突然出来，人就在脸上，还敢这么过来。说实话，这样子偷先攻其实偷的都很爽。Q 直接给到对面的女警，直接烫死了。
但这个人头是阿卡丽的，估计是上了点燃。这里阿罗拉直接平 A 到死就行了，这个血量是可以玩死他的。阿罗拉只能打一套，他刚刚已经把技能打出来了，所以完全不怕。回去把大帽一做的话，对面是扛不住这边，罩不住这个 Timo 的伤害的。这里把他的后续兵线一清，然后再把人头吃掉，哎，把他大招挡掉了，还在叠心之钢，还在努力。兄弟，这局你已经输了，但是把高地塔给推了，这就是送死流啊，这种塞恩的推塔流的那种玩法。但他这局算是送死了吧？啊，没有送死流，算是送。但不多，也不能完全送死流了，就还是玩得很谨慎那种。就赛人都不需要打团，他只需要跟塔对线就行了，跟兵跟塔对线。这里直接往高地塔面前一站，找机会 Q 起手，对面赶过来就引他到那个蘑菇的地方。像你的那个 Timo 的蘑菇的话，尽量不要往塔里面丢，因为塔的话是有睁眼效果的。哦，这螳螂闪现拉出来，再用一拉飞出高地，很帅。那这样的话，很可以配合打野，直接把龙给拿下。这里面可以看出来，两边的这边的两个高手就是中单跟打野了。你看这里面射手根本就是什么上路和双人路两边就是纯打架，3个人敢去开对面5个人，这就是有些人玩着玩着就玩上头，就根本不看节奏的，然后输了的时候就开始怪队友了。这种人就很难受，有时候没办法。哎，这里的话扔个蘑菇，看看对面谁会踩。但这里的话2头大肉一直追着砍，对面的乌鸦没伤害的，回头接着打他，给个 Q 自盲一下。这里的话奥恩死掉，好塞恩。塞恩好犹豫啊，不知道锤谁好，想锤提莫，但是又锤不到。这里的话，乌鸦现在开大招，但无济于事啦，那就比较轻松的拿下这局啦。欢迎大家的收看啦，拜拜。